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假象，真正的我是很不好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藏得很好，这一切都是谎言。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他一说要提到张敬仁，我就会想要一直提啊，因为你是活在那个古代以外的令，你这一步就错了，你应该讲说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录一整集啊都没有提到来宾叫我们，这没差，因为我们看得到啊，我们观众看得到啊，对啊，只是 podcast， 对，我有时候用 podcast 弄半天就想说今天是谁啊，然后要你是谁？对，要再看一下。我们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其实也不会，我们都没有一个，我觉得是沉浸式体验，就是很像是你在偷听三个你不认识的人讲话，然后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你会从他们对话当中去理解说，哦，他们讲到这里就是哦，原来他是这个。你今天是太累了吗？没有，你这很会卡虎烂的。不会，这是另外一种，就是沉浸式体验，这是完全你是认真的。因为以前早期广播就是习惯，就是说哦，大家好，我是 Hank，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什么老师张敬仁我们欢迎他，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反正他会介绍一堆嘛。但其实我们现在节目都完全不来这一套，我们把头全部都卡掉。没有头，对啊，进去就已经是在某个就已经在闲聊的状态而且我们每次尾巴结尾的时候都结得一个莫名其妙，对，就很 freestyle 啊，就是一副说哦好啊，那我要去吃饭，或者是好就这样就之类的，结到一个莫名，但这是我们的特色吧？对啊，对不对？至少我以听众来说是很喜欢的。你今天来的时候啊的前几个礼拜，我才在跟他聊一件事，我不懂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就他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他的人生没有那个情境。你就是我最羡慕的那种人啊！什么人？就是不懂的人，就是因为你没有过嘛，所以你不懂。我其实不确定我有没有过，因为我其实是个自卑的人。我昨天才在跟他聊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一定都自卑。譬如说，我的自卑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卑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家世背景。然后包含我自己的学历，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自卑的。可是我不会因此而，比如说在工作上，然后如果老板交代我什么事，或者是夸奖我什么，我没有觉得他们有错，我都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好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所以我就会更不知道说，那冒牌者症候群是哪里来的？我觉得我有点像是你的对面的那种。就是大家看我都会觉得你有什么好觉得自己不好的，为什么要这么没自信？可是你明明就很好，可是我是打从心里觉得我就是没有像你们讲的那么好，就是即使是客观证据或都已经在那边了，对，我还是觉得这是假的，这一切都是谎言，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假象，真正的我是很不好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藏得很好。那是真的藏得很好吗？我觉得我很努力的藏啊。你刚刚说你藏得很好，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真的很努力的把你不好的地方藏起来？对。那你觉得你不好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工作上，我被交付一个任务，我就是一刚开始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会失败，我可能会做不好，到时候老板就会觉得我不好，然后就会等等就开始一堆惩罚，或者是我就被 fire 等等。所以呢，为了不让这一切开始，我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不让老板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对，我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就会怀疑，会害怕，然后会觉得说我做不到，然后就算真的做到咯，然后老板说很棒啊，同事说好厉害啊，然后我还会跟自己讲说，那个不是因为我很棒我很厉害，不是因为我的努力或能力，而是因为你刚好有运气，刚好有人家帮你，或者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什么星盘什么都到了一个位置，才帮助你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今天如果有一颗星星不对了，或者是有一个中间的元素不一样了，你就没办法成功了。你为何看起来如此的疑惑吗？对，我真的疑惑，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我不知道从多久以前就开始听人家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我其实一直听不懂我说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去理解之后就说那它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其实先天跟后天的环境都有可能有，然后有6个因素是
可能让你变成高风险的冒牌者的状态，就是高风险的冒牌者生成因素。第一个就是你是团体里的少数，比如团体里的少数，对，边缘人，或者是比如说全校只有你一个原住民，或者是整个主管里面只有你一个女生，这种很容易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觉得自己不对，哪里不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是你受到某一种社会期待，譬如说你家里爸爸是医生，阿公是医生，哥哥是医生，然后大家就会对你有一种某一种社会期待嘛。那你如果背着这种社会期待长大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变成冒牌者。第三种呢，是你在一个比较高压力的环境里面，那种压力可能是成长过程中，譬如说爸爸妈妈很容易骂你，或者是你一个做不好就是批评多于鼓励那种环境，或者是你在职场上面就是比较容易被批评的那种环境里面，就比较容易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做不对，我就是个失败的。比较严格的，对，比较严格的环境，高压的环境。然后第四种呢，是你如果在人生中经历某一种时期的时候，也是高风险的，譬如说学生，或者是新鲜人，或者是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因为你那时候资源相对少，经验相对少，然后你怎么看别人都会觉得别人比你好，然后觉得我永远做不到。那可是那个是比较短暂的啦，因为你会进步嘛，你会变得更资深，变得更有经验。可是在那个时期，的确就是你刚进去，或者是刚处于一个经验跟资源都比较弱势的状态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冒牌者。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身在的环境是容易被比较，尤其是被量化比较的环境的话，有分数，对，分数，或者是像你们 podcaster、YouTubers，排名，下载、点阅。很容易被比较的，然后或者是我的如果我是工程师，我的 coding 写的干不干净，我是业务的话，我业绩多少，很容易被比较的产业，就是更容易有冒牌者。然后在最后呢，是你如果是职涯或者是生涯早期就取得成就的人，这种人也比较容易有冒牌者。有。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个。你说这个6个是高风险群，是不是？对，高风险的情境啊，就是说你如果有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就是比较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我符合5个你符合5个吗？我符合我没有符合最后一个，但我有符合5个啊。可我还是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会不会跟个性有关？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如果去看那个他的国外的统计数据啊，其实70%的人都有过冒牌者经验。所以像你这样大概多多少少30%。那我再问一个冒牌者的特征，就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冒牌者表现对，就是其实冒牌者分成5种类型，我大概讲一下，你可能就大概知道他的样貌是怎么样。第一种叫做完美主义嘛，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所有的步骤流程，然后都要按照他要的，然后最后达到他要的结果，这样才叫好，不然就是不好。这种是完美主义。那第二种就是超人型，他要求自己说，我要比如很多角色我都可以做到很好，这样子我才是 OK 的，不然我就是不够好。怎么说？就比如说，就是要面面俱到。对，比如说我八面玲珑。也不一定要八面玲珑，可是譬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有不同角色嘛，你同时是人家的妈妈、女儿，然后在公司是主管，然后比如说你在某个团体里面，你又是当个什么团购主啊，团购主，对，他就是要求说我要每一个角色都当得很好，我才 OK， 不然我就是失败。这是第二种超人型。好，第三种呢，天才型。天才型就是要求自己把事情一次就做到位，不然的话他就是不够好，不够行，不够格。然后在第4种呢是独行侠型。独行侠型的人呢，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我自己完成，这样意思才是我够厉害，或者是我有这个能力。如果我找别人帮忙，我引进外部资源，那个就表示我不行，我才要找人帮忙。对，然后最后一种是专家型。专家型就是只要他认知的他是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他就要求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要知道，所有的问题都要有解答，然后不管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趋势，他都要完全掌握。不然的话他就是不够专业，不够好。你是哪一型？我觉得蛮多都还蛮符合的。
哦，我没有一个符合。对啊，你就没有没，我没有一个符合对啊，那你表现出来很多，你刚刚讲到表现出来，除了这些之外，我其实啊，因为你在职场上面不常看到有一个人看起来就是什么样子嘛，有的时候比较难。可是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他就是追求完美主义，这是一种样子，就是我什么事情就是要达到我这种标准才 OK。那另外一种标准呢，就是我开始摆烂，就是因为我知道完美很难，然后我做不到完美，所以我就开始拖延，然后我就开始放弃。这种也有这种样子。有我有这个我有啊，这个你有？这我有。什么意思？我没有懂。我常常就会觉得，因为我很想把它做好，然后就知道做好很困难，然后我就拖着摆烂，就干脆不做。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连整理家就是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是想要把它做好，那你就尽量把它做好就好了。对，但是就是可能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可能是不是对自己的期待太高，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很厉害，但是又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在这个中间可能有一个落差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那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我都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证明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以为我有，我怎么知道我没有？你没有你是那种我做了我才知道自己会还是不会我做了我才能知道说或许超出我的预期你没有预设立场。我没有预设立场我懂。我有预设立场。我没有预设说我的预设立场就是我很厉害对，所以才会害的话你就会怕说对我是没有预设立场，我没有预设说我到底厉不厉害然后我常常会有情况是我都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可是别人就觉得我会，所以别人就叫我去做这件事。那你会因此而感受到期待吗？然后我就一边领着这个 order， 然后一边去做这个 order， 然后一边在想说为什么他会找我去做这个 order， 然后一边就觉得说原来我真的会这个 order， 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大概是为什么他会找我到这边我就停了。然后就会说，你看他果然是错的，为什么他要找我？他找我就是不对的啊，我就是做不到啊，硬要找我，我没有说现在我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对，我接下来就是想说怎么办了我知道了。我通常都是这样，就是说我如果领到这个 order 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这一定是一个 hint。可能是我没有理解到我自己真的会，但别人看到了。哇塞！这往好一个是往好的方面想，一个是往不好的方面想，对，完全就是两个然后路线。会很惊喜，我说你怎么觉得我会？我还真会！哇塞，好好哦！我记得我公关公司第一次现场办活动的时候，非常好笑。我没有去过主控台，然后那个主控台密密麻麻，你知道吗？那个机器哒哒哒哒哒，就整片的，它不是整排，是整片的。我那时候老板也不知道哪来的 idea， 他就点我上去那个主控台，去控整场的灯光、音效，所有。可是你没做过，第一有人教你。我跟你说，我不是没有做过而已，我连彩排都没踩过。我还刚到现场。然后包包放下来，走到他旁边去，他说：“等一下，你上主控。”我说：“啊，你确定？对，你等一下你上主控。”我老板以为我会，因为他看我，他就说：“他看我就是老型仔仔这样。”他那时候 order 我的时候，我也没说什么，我说：“好哦。”然后我就真的上去了。那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想说，可是老板我不会，或者是老板我没有做过这样子？没有，你不会觉得硬着头皮吗？还是你就是很自然？我硬着头皮啊，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去啊。我就属于硬干型的，然后上去之后我就抓着那个主控，然后有一个那个师傅在那边控嘛。那因为他不会知道这一场到底要控什么东西，那一定要有我跟他讲，对，要我跟他讲。我就抓着那个师傅说：“我等一下这样，你先告诉我在哪里，在哪里。”然后等一下我就要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个是在这里啊，等一下你在这边，因为我有 round down 嘛，round down 他不就会排下来嘛，然后我就跟他对那个 round down， 用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对那个 round down， 对完就说好，那我知道，我就把那整场控完下来以后，我就跟老板讲说你知道我没上去过吗？老板就说整个脸都绿了，老板就吓尿了，他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说你又没问我，就拱大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想有一点拱大，我觉得对，因为我没想太多，
对，一些我就是想很多的那种。台语就是切妹唔加切妹唔加对。我常常跟他讲说，我人生的那个哲理就是加的没多贵。但问题是，这个世间大部分人都是加。对哦。然后我想说，你看你刚刚讲的那5个情境，我其实都有的但我为什么还是没有？对不对？这还是跟个性有关吧？搞不好有。我觉得个性一定有，个性也有一点关联性。对，然后环境也一定有关系，我觉得。环境对啊，都是先天跟后天交叉影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自我认知啊，我自己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像你对自我就是属于没有什么认知的人。对，我真的没什么认知。什么叫做对自我没有认知？对自己的能力有没有？他是没有极限的，他不知道他自己能力有什么极限的。对。那像我的状态，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有一点点冒牌者症候群，但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的原因是因为，就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公司业绩很好，做到一个几乎公司业绩几乎是第1名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就怀疑说，这真的是我很厉害吗？还是其实是公司很厉害，我只是刚好在这个公司而已。就开始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想象。那我觉得那个某一个程度上是我对自己的期待非常高，可能有点过高，高到那种我应该是最厉害的那个人。那你这样讲的好像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期待一样。不是你对自己没有期待，但是你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我觉得我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有一点就是 over， 把我自己想得很厉害，就是把自己想得太大，就是有一种我可以很完美的把所有事情做好。我应该可以扮演所有的角色，我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之类的，就很中二病嘛。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对把自己想得太大的那个感觉之类的。但把自己我的问题是我把自己想很大，但是又没有相信自己真的这么大，有办法做到。对，就是把自己想的我应该可以，但其实自己也不相信。那你觉得你的冒牌者症候群是什么样貌的？你说那几种类型里面哦？对啊，因为你应该是冒牌者症候群的 Pro 级的吧？对，你应该是冒牌，对，你应该是祖师级的人，才有办法把它写得这么仔细。对啊，出神入化。我自己是独行侠型跟专家型。就是独行侠型跟专家型，不找人家帮忙那种，然后还有觉得我自己的领域里面我什么都要知道那种。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台湾因为我去很多不同的大企业演讲嘛，然后在每一个场合我都会请大家做测验，然后请大家跟我讲说他们的结果是哪一型。结果台湾真的我看到的里面70%-80%，其实大部分都分布在完美主义型跟专家型。就是台湾的你可以想象台湾职场对于职场工作者想象的样子。就是说你所有命令你要完美执行，你要到位，你中间过程不能出错，然后最后达到结果，就是完美主义型。然后专家型就是说，这是你的专业领域啊，你应该要知道啊，这个知识你应该有啊，这个事情你应该会啊，这种的。所以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大家也会这样子要求自己，所以就会变成很多都是完美主义型跟专家型。这个可能我觉得跟这个一路以来的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感觉啦，我自己的感觉。譬如说你就要考100分嘛，对，所以所有东西就是98分，就是错在哪里？对，粗心还是什么题目不懂吗？还是算错？还是没有好好看，没有好好看题目？对，算完没有再算一次？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对，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防止错误产生的一个机制下面。对，没错，没错。感觉啦，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路如果经历这个教育体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长大之后，我们进入职场就会有这种。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是很认真在经历这个教育体制嘛。对啊，我就是最不认真在经历教育体制啊。我懂，所以你没有被吐，你就是没有教育的人。我真的就是没有教育的人啊。因为我就是没有我就没有在里面嘛。就没有比较框架里，比较没有框架的。但问题来了，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有框架的教育体系长出来的人类，我们要怎么样在进入职场之后
把自己的框架慢慢拿掉。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考98分，所有的 focus 都会在那2分，就是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到100分？你考88分，人家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这12分到底是错在哪里，把它补起来。可是其实这个同样的标准，你如果进到职场就会很辛苦啊，因为职场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完美的，没有100分的。对啊，永远都是在变动嘛，你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所以我觉得我们进入职场之后，其实心态真的是要调整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考60分好了，与其说去看那个我40分错在哪里，我可以先让自己知道说我有60分是会的，那我再从这个60分为出发去看我的目标在哪里，或许下一次是70分或者是75分，我不要老是以那种完美或者是100分当做唯一的目标，这样子真的会很辛苦，你就会永远觉得我做不到，然后永远会觉得我不够，不知道是不够能力，或者是能力不够，或者是我就烂，然后我一辈子都做不到，从此之后你就会不想再尝试了。但如果老板还是就是希望你做到100分的，老板还是希望你做到100分，就叫老板来做做看啊。我就不信你能100嘛。这几年老板都有调整啊，这几年各种老板都有调整，找不到人嘛。少子化找不到人。其实因为我是到了美国职场之后，我本来是在台湾工作，然后后来我最近10年都是在美国职场工作。那个时候我学到一个观念，是美国职场给我很大的教育。我的主管跟我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觉得客户的要求你做不到，或者是不合理，或者是超出你能力，超出你手上的资源的时候，你要 push back。这2个字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就是推回去。在台湾从来都是你客户叫你做什么，你就不管怎样就生出来就对了。配合，配合，就或我试试看，我去帮你想办法，我去怎样怎样，总之你会给他一个东西。可是我到美国，我第一次听到说，原来人家的要求我是可以 push back 的，我是可以推回去的。然后我这样子在跟主管讨论的时候说，我想说，真的可以推回去吗？我要怎么推，或者是我要用什么话术或什么吗？然后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会说，具有你来我们公司是为了发挥你的专业，服务客户，而不是去讨好客户。哇塞，这个我真的是听到之后，我有被打醒的感觉。所以我的主管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力有限，我们知道；你的资源有限，我们公司大家都知道。那今天如果你自己不把这个限制当做一回事，你觉得你要做到全部的事情，或者是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都要做到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你没有做好你自己的工作。了解。那听起来这是一个职场上面的课题分离的状态。要把它划清界限，知道哪些事情是你的局限，哪些事情是你能做到，你身后的资源有多少，你的能力有多少，客户的要求有多，哪些是合理，哪些不合理。对，是不是要厘清这些现实，才可以比较可以判断这些事情？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常常把自己陷入某一种困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应该啊，这个应该啊。对，就是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应该要让客户开心，或者是老板讲的话，我应该就要听，然后或者是老板觉得我应该要怎样，我就应该要照他那样子去做。就是我是一个很活在框架里面的人嘛，我懂。所以我的那些应该对我来讲是很重的，就是几乎是圣旨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的预设呢是，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就是失败，我就是不好的人，我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可是就像你刚刚讲到，我没有做到的是，我没有去看说我手上的能力，或者是手上的资源有没有办法帮我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慢慢的，即使是一些外部的因素让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把它归因在我身上。就是我会把所有的都变成内在归因，就是今天这件事情会失败，一定是因为什么时间不够，或资源不够，或是客户要求太多，一定是因为我不好。你这样子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
我果然不好，然后做什么事情你就会觉得还没做你就开始想说，我这么不好的人，我真的有办法做到吗？我还是不行那会怕，那一怕之后，哇，那个后面就一连串就来了，就是开始一连串的自我怀疑，然后就光想就很内耗了。你一开始工作跟现在的工作的心理状态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认清事实后的余裕。 OK， 什么意思？怎么说？就是我现在工作快20年了嘛，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所有的事情，我被交办的事情我一定要就是很快很漂亮很好的 deliver 出去交给人家，然后得到人家的夸奖，得到升职，对，往上爬。但是20几年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些事情做不到，做不好，或者是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我需要人家帮忙，然后或者是我需要调整自己的标准，然后我也比较敢把这样子的状况去跟人家讲。以前会觉得我怎么盯也要盯完啊，然后就是要做出来，硬着头皮做出来，就是达成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就显得我很逊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对对，就是没有任何失败的空间。可是我现在已经有办法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失败的话，或许并不表示我很烂。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如果这件事情没做好，就是我很烂。对。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小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我要老板交给我个任务，如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要想办法把它吞下去，我要想办法熬夜加班把它弄出来，干嘛的？然后我也不可以 call help， 我不可以找外部资源帮忙。但后来长大之后，会发现说，其实我的能力一个人是有限的，可能我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说不定我该做的事情其实是承认我的无能，然后去找该进来的资源就对，去找身边的同事帮忙就是需要 call 什么 help 啊，干嘛的。像有一阵子，我记得我们找一些年轻人进来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你都不 call help？ 为什么你永远都你明明不要讲明明啦，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但是我看你就觉得你根本就做不到。但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不 call help？ 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 help，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所以会不会是可以这样讲，冒牌的症候群，或者是这种会在工作上面就是求完美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很多事情的现实看得很清楚，没有办法把课题分离对之类的。对，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跟家庭的关系也是一样，就常常很多全部都纠结合成一大包，然后永远就会觉得这个反正我家人就是对我不好啊，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反正就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反而更看不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而且对自己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对，事实上我觉得真的，你如果说没有很有意识的去分析，或者是有意识的把自己抽出来看，其实很容易就是混在一起了。因为一件事情当然有什么内部归因、外部归因，有外面的原因，有你自己的原因。可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状态里面的话，你真的很容易会觉得就是好我就烂，这样子一句话就带过去了。然后你自己也相信了，就放弃了，对，投降。对啊，那像汉刚刚说的，就是你会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二分法的思维，就是说我也没有力气再把自己拉出来去看说这件事情的时间够不够，资源够不够，要求合不合理等等的，我只要没有做到就表示我不够好。对，就是很二分法嘛。对啊，直接先怪自己啊。对啊，就很痛苦啊，所以你常常就在怪自己啊，然后就是常常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够好然后什么都不配，别人的夸奖你也会立即的反射回去，甚至会脑补一些他夸奖你的理由，譬如说他现在夸奖我一定是怕我离职或者是怕我难过他其实不是真的喜欢我，不是真的要夸奖我，他其实没有觉得我做得很好，这是表面有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啦真的吗？有部分的时候是这样。真的吗？我对于别人夸奖我都觉得是真的我对于别人批评我都觉得你不懂
这是什么阿 Q 精神？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都在那个可能的高风险族群里面，但是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个性真的很大的关联性。因为我是属于解构的人。就是我们刚不是说那个框有那个边界跟框架嘛，然后我都会把那个东西拆开来。对，平常有在想这些事情。对，我都是拆开来的，然后我就拆开来之后组成我自己的框。你真的很厉害耶！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觉得至少像我就没有，我是看到框架我就会进去，然后就待着，然后我也不会去想说这个框架是否合理，它是否需要改变，或者是我是否有出去的机会，我都不会去想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只要做好这个框架要求我的，我就是好的。如果我做不到，然后或者是失败的话，对，我就是不够好的。那是谁的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因为不会是框架的问题，是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因为我先拆框的。对，就你是坏小孩还是乖小孩？对啊，我知道，你讲个800次，烦死了。有些人我觉得这是很小时候，你知道大人都会跟我们说啊，你要乖啊，当个乖孩子。对，然后我们就某个程度上可能是为了讨好大人啦，某个程度上可能自己也没有这么胆子没那么大。对，我觉得是一种生存策略。对，生存策略，我觉得是生存策略。你小时候会常被大人说你很乖吗？会啊。那你心里面会很开心吗？会啊，因为乖就等于好啊。以前小时候也会有人说我们乖啊，然后你知道我内心里面的 always 是什么吗？什么？乖个屁呀！你自己说乖个屁，可是他在夸奖你耶。我只是坐在这没讲话，你就觉得我乖。乖这个字，我小时候觉得它蛮酷的，就是大人说我很乖，我应该就是一个好的小孩啊。慢慢的就发现它其实是个框架。对啊，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长大了之后才慢慢发现，真的才知道说，偶尔其实需要不乖，真的，偶尔其实需要适度的反抗，需要适度的挑战，适度的质疑这些看起来很合理的框框啊。对，真的，乖这个概念很模糊啦。它很模糊，从小到大就很模糊，有坏也很模糊啊。我国中的时候，我妈都说你家就派耶，你很坏。做了什么事？就好欢乐，就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啊。有，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很坏，然后我说什么坏？她说你去打撞球，然后我就说。你有看到台湾撞球打到世界奥运的冠军很厉害，打撞球为什么是坏？他说打撞球那个撞球间小时候就很龙蛇混杂嘛，然后有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什么谁会把球杆，有人瞪他一眼，他就把球杆插到他的眼睛里面。然后我说那个是特例，拜托我们打撞球打这么多年，那个是。几万个人里面是一个，对，你就走在路上，你都有可能被人家打的，所以他们会联想那个东西是乖，那可能有可能是来自于他内心的恐惧，比如说他没有认识这个运动，不了解嘛，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对他来讲就是坏，那对我们来讲说，其实我很乖啊，对啊，也没干嘛，它是这个优良的娱乐。休闲娱乐，去苦练再苦练。对。我刚刚就是要讲说，小时候人家说我很乖，不是说乖个屁吗？就长大以后，国中的时候，我妈就说你真的很坏，我就跟她讲说我已经很乖了。都是比较来的，就很难嘛。对啊，它就是很模糊嘛。你说我很坏，比我坏的也是很多啊。对，而且你不觉得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比较吗？就会说，你看你那个哪个妹妹怎么样，然后那个姐姐怎么样，哦，你都没有怎样。那你就要呛回去啊！人家爸妈都怎样，你怎么没怎样？你会比，我也会比啊，大家来比。对近人来讲，你从小就是一个乖小孩，那你觉得？对于乖小孩这样子的成长环境跟历程之后，你进入了职场，你到底要怎么样？不要讲变坏了哈，我们就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原本的框架？就以你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说，以一个习惯框架的人来说，从学校进到职场，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事情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就譬如说客户的要求，他要你做一个东西，那做这个东西有好多不同的方法嘛。然后你如果自己做不到，你要去想办法，你可以去比如说
凹人家，或者是去外包啊等等，反正你就是有好多不同的方法。对，买真奶给同事，对，拜托他，对，类似各式各样啊。对，但是这个在学校没有学到，因为学校的解方都是单一的，对，是你用这个方法达到那个结果 ，OK pass。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方法，你就做不到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你要把这个方法学起来。可是就是在这样子的假设之下嘛，所以到了职场之后，就是变成说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出不同的路。因为你就很知道说这就是没有路给我，或者是说这条路走不通。可是走不通的话，你就会被骂啊，然后就会失败啊，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学校跟职场对一个框架里面的人来讲，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地方。就是你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去尝试，要发挥创意啊。对，发挥创意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失败率高很多，因为在学校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受控制的环境嘛。比如说你考哪一科，那一科会有考试范围，搞不好还有考古题，然后老师搞不好还会跟你讲说哪边比较有可能考，帮你划重点。可是到了职场上面，每个客户的个性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他有可能出尔反尔，老板也可能昨天跟今天讲的不一样，这一切都是非常需要不止创意之外，还需要一些改变、灵机应变的。那如果说把以前的学校我们受到教育、受到训练所知道的那一套放到职场上面的话，那是必死无疑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讲，我花很多力气去了解说，好，所以今天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框架模糊化，并不是说把这个框架拆掉，像听一样，我拆不掉，可是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变得模糊一点？就是它那个线啊，不要画的那么实，它有没有可能变成虚线，或者是把它弄成一片有一点好像线，可是又不是线的样子，就让我有机会去多探索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标。我懂，理解。就是已经习惯有框架的人，就要一步一步来啊。对，他就需要有方法，对，一定要慢慢的，不能像我。不能用我的方法，对，用你的方法，因为他就不是你嘛。用我的方法，他就会不知所措。对，我可能会疯掉。我想说，那现在是要干嘛？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对，这我懂，不明确。后来我有慢慢理解，就是说，没有框架的人比较少。你是后来才理解的？怎样？你那个笑，好像你怎么现在才理解？他一直常问我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大家不是这样想？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应该大家都要这样想啊。他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不一样。所以你就是逆向上高速公路，然后说怎么大家都逆向？对，然后还觉得很奇怪，那大家是有问题嘛？怪怪的。对，这世界上都疯了吗？对，我因为我比较少关心别人，他关心他那台车有没有在跑而已。我真的比较少关心别人，所以我不是很知道说，原来我周围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习惯框架。后来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你一定不相信。什么时候？我开公司当老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才渐渐明白这件事情。那你之前给人就是到人家公司上班，你也是没有框架的人？没有啊，老板也不会管我，而且我有一任老板给我的评语是什么？你知道吗？停，不受控，很难控。可是它很好用。哇塞！对，他可能就是那种你跟他讲说，我今年年底你要交200万营业额给我，然后剩下你自己想办法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要先去跟客户social，然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什么，然后讲完他听完他会很难过。我不需要步骤1、2、3，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就好了。对，但我相信有这些很多人是需要步骤1、2、3。我就需要。我有的时候我也蛮需要。知道。有些人就是有办法在没有规则的情境下面，自己去弄出一条路来。真的。有些人是这样。但其实很多人是，我需要有一些指引，有一些方向，告诉我说，可能是比较有经验的人，走过这条路的人，告诉我说，可以这样做，我照着做，他就会比较好。这个时候有时候就还是会有一些前人的经验嘛。对，你还是很多事情不需要每个事情都自己去碰撞，有些领域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可以
有人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跟着他的经验一起往前走。对，我觉得每个人对风险耐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对，我说的不是说资源上或者是你外在环境上，而是你个性上面。很多人就是对风险耐受度比较低，他比较希望可预期的东西。对，像我突然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啊，我们会种那个，就把什么绿豆还黄豆把它发芽，然后观察它嘛，要放在那个泡水的卫生纸，对，用一个布丁罐，对，里面泡水的棉花或者是卫生纸，然后棉花看它发芽，然后去量它几公分，然后大一点的之后再把它放到土里面。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是幼稚园的时候，对，然后呢，我就每天去问老师说，那它接下来会变怎么样子？他接下来会变什么样子？然后老师就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你观察。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如果它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样子怎么办？就我想要有可预期性，我要知道说它以后可能会变什么样子，然后我再观察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这个是这个 fundamentally 很不一样的 mindset。那你现在还会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吗？我觉得它是像海浪一样，有时候就风平浪静，有的时候就是变成突然一个风口浪打过来，还是会 OK， 因为这样一浪一浪的它是一种情绪吗？我觉得是一种状态。OK， 那这个状态来的时候，你现在该如何是好呢？你就平常就要做一些事情啊。我觉得比较当下短期可以做的，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就是要比较快的去做分析，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现实。因为很多时候我真的都是会自己陷入我的想象里，脑补。对，而且那脑补是超负向脑补，就是说我一定不行，我一定做不到，超负向脑。接下来老板就要骂我了，没有证据啊，然后我就会开始拉出一个客观的自己，想说，等一下，你有证据说老板现在要骂你吗？或者是他下个礼拜就要 fire 你吗？然后或者是我新接到一个案子，我觉得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那个就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声音，我会把自己拉出来，就说，有证据说你以前类似的案子失败过吗？那你为什么这次觉得你会失败？所以这个是可以练习的。这个就跟我像刚刚讲的那个拉出另外一个视窗是一样的意思啊。可是你是天生的，我是需要很刻意的去做。就有些人他可能一直以来他过他的人生，他都是用第一人称视角在过的嘛。大部分人都是啦。就比如我今天遇到一个困难，为什么我会这么那个怎样？那我是不是很糟糕？就开始用第一人称视角去看待他面对的这些东西，对，很难把它抽离出来，用一个全知的没有人第三视角看对，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嘛，总是会开始就，比如有些人遇到问题，他就开始说是不是我很倒霉啊，还是我运气不好啊，还是我能力不行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开始对，开始各种怀疑嘛。那有时候适度的把它抽出来，做一些理性的思考，用一些外部往回看的状态。对啊，我觉得那个是需要很多练习的。对，这个是需要我觉得这个是有方法的，而且这是需要练习的，它是需要引导的。敬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以现在来说，你会怎么形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安静而敏感的人啊。安静而敏感，有没有别的？除此之外，善良的人算吗？算了，还要更多吗？再形容一些。安静、敏感、善良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为什么你想很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天生的设定，我天生设定就是会想很多。他想很多，你怎么知道？但是你不是想很多，你是想太远。多是广的意思嘛，就它是宽度。可是它不是，它是一个深度的概念，它就是想的比较远。对，这样说好像也是。就是如果以这个空间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它不是宽的，它是长的。那我觉得它不是很想的很庞杂，我不觉得敬人是想的很庞杂的人，我觉得他是想的比较漫长。那他自己都还来不及去验证他想的那个漫长的终点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质疑他，他就质疑自己了。
其实不表示他是错的哦，只是我们时间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去验证他想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就时间不够。所以你是个个性急的人吗？我不是个性急，他不急，就是不急，是别人急。没有我事情喜欢想透彻 ，OK， 再去做。OK，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就不做怎么知道？我就先做做看嘛，看他会怎样。对，可是我不是，我会做一件事情，即使它是再小的事情，我都会想说它的，比如说风险在哪里，或者是我这样做下去会对其他事情有什么影响？我如果另外一个方法可不可以呢？就是好多条路我都要先想过，我都要全部知道之后，全部想过之后，我再去从这5条里面选一条。我不可能，就是我比较不会，就是说啊，我这样看起来好像第2条比较好走，那先试试看好了。你会形容你自己是有一个控制的欲望吗？没有那你只是想要想。把他所有的利弊得失都想，对，想完，对。那你会说你是胆子小的人吗？我是胆子小的人，我对风险承受度不高，很低。我常常会讲说，如果怎么样怎么办？OK， 就先把负面的可能发生的所有的风险都想出来。对，我会不会先想说这件事情如果做到的话会怎样？我会想先排除风险因子。之前看一个电影，那个谁演的？那个喜剧演员演的那个，他就是专门在做那个风险管理，我也忘记那个名字，我说不上来那部片，美国片。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喜剧演员，然后他站在滑板上面，他有一天去滑滑板，然后忽然觉得他人生很 free，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他连尿尿都要有风险管理的，就是很多事情就这个会不会做了某件事情得到细菌感染，然后所以他会用 Excel 来分析他所有的人生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他的所有的人生的出发点是依据风险在管控来去做很多的这个判断的对，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管控风险。可是我没有到那么夸张了，只有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会先想要排除风险这样子但在工作上你就完全是需要控制风险的。我会想要控制风险。你人生最大的挫折是几岁的时候，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差不多26、27的时候。早一点啊。26、27发生什么事？那个时候是我刚进到一个新领域里面。你本来在什么领域？后来进到什么领域？应该是说我本来在美国做运动行销嘛，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开始做一份工作叫运动经纪，那个时候帮忙球员跟国外的球队签约这样子。我觉得那个阶段，我会觉得是我职涯里面比较大的挫折，是因为第一个我对那个环境不熟悉，对里面那个整个 ecosystem 我不熟。第二个呢，我那个时候才26、27岁，然后我是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嘛，黄种人一个女生，baby face。对，可是，在那个产业里面，大部分就是白种人的男性，然后他们的年纪可能就大我个2、3轮。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事情，人家就是一看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新来的，然后是一个外来者，而且他那个产业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产业，他们很多人就是在里面几十年，就是这几十年来就是同一群人这样子。所以我一刚开始进到那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比较挫折的原因是我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就是我打从心里相信我做不到什么事情，然后我一直在害怕说我去影响到人家，因为那个时候帮人家签约等于是说我的客户都是高中毕业生18岁左右，然后他们要跟国外签约，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签约金的大小，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比如说跟哪一个球队或者是以后适应的可能都跟我们工作的 quality 有关系，都会影响到人家的人生。那个时候哇，影响到别人人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那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怎么说，我觉得我身上背了很大的责任，可是我能力没有办法撑起那个责任，然后我挫折就会非常重，这是内在的。再加上外在的，人家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就是那个，但每个人脸上都会写着说，你在这边干嘛？为什么是你？就是我长得就跟他们不一样，凭什么？对，凭什么？或者是他们想要把你排除在外面。那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人嘛，这些其实我都感受得到。但是那个当下我没有办法
有能力去证明自己值得在这里，或者是我配在这里，所以我就也是完全接受到他们的讯息，然后我也把它内化，就变成说，对，或许我就是不值得在这里。我觉得是在，也不是说真的是大到哪里的挫折，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职业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可是如果看我的职业的话，那段期间是我觉得我的不管是自信心啊，然后或者是能量，或者是对自己的认知，都处在一个相对低点的状态，低落的状态。你最低潮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最低潮的时候就哭吧。自己哭吧。你就下班然后回家，下班自己哭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觉得不行，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但后来事实证明是做得到吗？后来我就逃走了。后来就逃走了。对，因为那个工作我没有做很久，大概做两年多。对，后来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达不到那个责任，所以我会很想把自己的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补起来。然后我用的方法呢，就是完全用蛮力，譬如说我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然后或者是就是我要做比别人多的事情，来赶快把它补起来。好学生的心情了。对，要多念2个小时的书，我一定会赢你哈。我一定会赢你。我天分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话，我就多练2个小时。你做1次，我就做5次、10次。对，勤奋。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在热血漫画里面学到的那一套的。对。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我有1个啊，哥哥，我弟弟。家里面会给你很多的压力吗？不会。你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爸妈非常 liberal， 就是他们就是从小到大也没有管过我成绩啊或什么的，然后包括我大学选科系啊，或者是到国外留学选科系，他们真的没有讲过一句话。比较自由派的人，非常自由派，就是让我自己决定。因为你是在一个好像就是看似没有边框的、没有框架的环境，就是因为你父母没有给你框架，对不对？所以你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之下，看到框架，你想往里面钻。我没有框架的，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框架，但是我会去揣测。所以你觉得你是有那种讨好性人格的那种一点点倾向的吗？一点点吗？可是你的父母不需要你讨好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我想要他们开心。我觉得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别人比我重要。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练习改的，可是我现在还在努力。听起来你的父母没有要你讨好他？没有啊，没有，真的也没有给你任何的框架啊，完全没有。可是你的讨好跟你看到框架就想往里面钻，都是你自己想要的啊。应该是我想让他们开心。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他们不开心吗？应该是说我会想象什么样子的女儿会让他们开心如果我不是那样子女儿，他们搞不好就会为我担心。OK， 这是你的想象。对，完全是。我知道。或者是我从他们可能透露出来的一些蛛丝马迹里面，我自己去解读出来。那你觉得他们透露了什么蛛丝马迹？我不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就是可能是一个对话里面，我隐隐约约嗅到某种期待。他们或许没有讲，或许也不是真的有多期待，只是随便讲一下。可是我就会放得很重，所以你就脑补，自己就脑补，马上补起来。或许是你的误解。或许是我的误解，因为他们每个建构的世界就是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我觉得有一种人是这样，比如爸妈管你管得很严，他就说你们不爱我，然后都不管你，他也不爱我，你也不爱我。爸妈好难哦。对，你就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弄你的小孩都会有另外一种对反抗的心情所以会不会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了，就是有可能你脑补那些画面这样子他们会觉得我是个好女人，他们这样子会觉得我比较像个乖小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有可能东西去确定说其实我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的，有可能。然后或者是我的验证方法也不是很科学，就是比如说我脑补出来就是一个他们会喜欢的女儿的样子，或者是至少不担心的女儿的样子。然后他们也真的没有为我太担心。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果然我是做对了。可是搞不好他们从头到尾
对，没有这个意思。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的一个世界嘛。我有一阵子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看很多例子啊，就发现爸妈不管小孩的，然后小孩就会觉得这爸妈都不关心我，爸妈一直管小孩的也不行，他就觉得你没有真的想要理解我。人就会你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就会去演化出一套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我其实觉得啊，你可能没有开发另外一项才能啊，什么？是什么？编剧。因为我有无限脑补的能力吗？你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啊，我认真的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对，我刚刚就在想说，如果你不去做行销这一类的工作的话，你最想做什么事？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编剧，是因为我很多想象吗？而且你有很多情绪，然后你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我有很多情绪，你这样看得出来我有很多情绪？对，这样看不出来吗？这样看不出来吗？你觉得你这样看得出来我很多情绪？我看得出来你很多情绪，真假？我没有，我很多情绪吗？我只是觉得我可能笑点比较低，这个我承认。然后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情绪平稳的人啊。如果你没有情绪啊，你完全没有办法整理出一套冒牌者症候群如何去克服的课程，我觉得没办法，而且也不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就这堂课很值得去上的原因，就是这个人试图用理性去包装他所有的情绪。等一下，其他的都不算。等一下，什么结论？不是因为我的重点是因为他的内耗比别人多嘛。他内耗比别人多，我感觉到他内耗对啊，一定比别人多。为什么会内耗？内耗就是因为情绪很多才会内耗。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人为什么内耗比别人多？因为他的环境，他成长的环境根本也没给他什么，没给他什么特别的，没有外耗，没有外耗，这只能内耗。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内耗？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内耗？什么是内耗？我觉得有内耗这件事，是对于自己有期许。同意耶，同意。因为我有看到也蛮多人其实是他没有内耗的，但他非常乐天，他就是觉得说，我人生这样我很开心，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心理状态。但不是坏事。对，但他可能不见得会说，我一定接下来要突破自我，我要干嘛？没有，他就说我接受。对，这样子很好，这样很好因为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心理状态。对但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对他自己的想象跟他的要求是不一样。对，那你对你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我真的没有什么想象但你小时候对你自己的想象，我真的最真实的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每次就是从小时候作文说我长大要当什么，对，一直到我现在40岁，人家问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规划，我都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然后还内耗的这么严重。就是因为等一下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还可以内耗成这样，这个很厉害。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内耗最大的原因？因为我没有路啊。如果我从8岁就立志说我要当一个太空人好了，我至少有一条路吧。OK， 可是我现在到了40岁，我还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路超广的啊，是这样没错。对，你要写书可以写书，对啊，你做过运动行销，做 NGO， 所以你不觉得我一直在晃来晃去吗？中间有可能晃到一个地方，刚好是悬崖，我就没了，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可是我又很需要那种，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小时候有一条路，有一个标准答案，让你知道说，你这条路上只要你努力，或者是做到什么事情，就一定会到达终点。可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连路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看你你写的一个文章里面有写到，你小时候很喜欢看漫画，对。然后那时候你看漫画也没有什么目的，没有啊，就是看，
就是看啊，就是娱乐啊。你看什么漫画？你那时候我看那种热血运动漫画， OK 什么足球小将翼啊，灌篮高手，这个跟你后面去做运动行销有没有关系？搞不好有，我就活在那种中二的时代。所以其实你是个中二，我是个中二，就是我心里，我其实觉得你是个中二人，看得出来啊。那个他是热血，他不是，我是热血，他是热血，对，我就动不动一言不合就燃烧我的小宇宙，一言不合就燃烧，一言不合就燃烧一下，这个好好笑，一言不合就燃烧。可是你知道，对，我在看你啊，从你的生长环境，一直到你自己长大成人，出了社会，你自己生活，面对这个世界，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你的起始点是没有框架的哦。然后你自己一直不停的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框架，无论这个社会，无论工作，无论感情，无论你自己，你是跳进一个又一个的框架里面诶。This is a game 很有趣，就好像你这一辈子是来体验一个又一个的框架诶。或许耶，所以你是说我以前可能没有体会过框架，然后你去体验一个又一个的框架，一个又一个的框架，这个框架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你会想要去搞懂每一个框架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你先搞懂这个每一个定义是什么，你才要跳出去，对不对？最后还是跳出去。所以你就在这个里面一直玩呢。我没有在玩呢，我觉得我是被玩呢。你觉得你在被玩，对不对？对啊，是你自己跳进去的哎。也对哦。那你觉得这有可能跟我对社会期待很敏感有关系吗？我觉得你对社会的期待没有那么多，但你对你自己的期待过多。但我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 enjoy 在每一个框架里面。你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类。很不一样，这个跟我们遇到的快100集的来宾都不一样，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受限的一个环境里面，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突破。你不是，那你解，因为你喜欢好像一个结，你就把它解掉，然后你在解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一种领会跟快感，感觉我怎么觉得我很需要那种领会是一定有，可是那个领会的过程，我有时候觉得是不舒服的，是辛苦的，可是我还是有领会啦，就是透过比较不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愉快的方法去领会到一些事情。OK， 可是领会的过程本来就不见得会是快乐的啊，不见得是舒服的。对，没有人的领会会是舒服的过程。因为你刚刚讲说拆框架的过程，我是在 enjoy 那个过程，感觉就很像，可是在打电动这样子。对啊，痛苦也可以 enjoy 啊。痛苦可以 enjoy， 痛苦本来就可以 enjoy 啊，真假？痛苦可以 enjoy 啊，痛苦是可以 enjoy 的，一直以来痛苦都可以。为什么只能 enjoy 快乐，不可以 enjoy 痛苦？为什么它只能 enjoy 快乐？时间拉长来看，痛苦的当下可能不见得有办法 enjoy，但时间拉长来看，那些痛苦都是最深刻的记忆，都可以是这样，过20年都可以拿出来说哦。就像当兵的时候，对，我们当年那怎样都可以，而且那种东西才能足以拿来说嘴嘛。对啊，你是这样，很快乐，然后什么好讲的？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就去享受痛苦吧。我都觉得痛苦就是痛苦，然后就是事过境迁，你可以就是再回去，然后你可以说嘴，你可以去觉得说我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去感谢那一段，但是那个叫做享受吗？我不是很确定。你觉得你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恐惧吗？就从小到大。从小到大，因为人生最大的恐惧一定是从小到大。我觉得啦，大部分的恐惧都是从小，不是现在，不是最近，是一直以来的，持续在那个底层，就把所有这个这件事情做不好，那个现在小孩教不好，那个我会不会是一个好人？那些恐惧最底层。张敬仁，你是不是很想把脚翘起来？很想啊，那就翘啊！我们是很自由，对啊，自由的频道，把脚翘起来，我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可是这样我怕那个不会 K 到他。我不会，这样课会卖比较好。我不是为了卖课才这样做的。大家就会说，敬仁老师这个袜子去哪里买的？我觉得我很怕的是我对这个世界带来的
伤害大于帮助。就是因为我活着需要很多资源嘛，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电啊、水啊，我都是在消耗这个星球的一部分。我很怕到最后总结起来，我没有办法去，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所做的帮助，还比不上我消耗的那些。哇塞，用这个观点在看你的人生呢？你企业的观点就是你希望你这个企业经营的是你的这个附加价值，你的这个人均产值是高的。对啊，对我要赚钱的，要赚钱的，企业是要赚钱的，是要赚钱的。我消耗我的支出，我的收入要大于我的支出啊。对啊，那个收入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或者是正面的。哦，这个听起来超级中二的。你觉得《灌篮高手》里面这么多人，你是哪一个人？灌篮高手里面还是足球小将翼？我喜欢看那个安达充的邻家女孩。那你可是那个没有很热血，那我也很喜欢看很热血的。好，那我们这样讲，就是所有的这个漫画的人物里面，你觉得你最接近哪一个角色？我最接近，或者你最喜欢？我知道了，那个有一部叫做《王牌投手振臂高挥》，然后它是一部棒球的漫画，里面的捕手，为什么你喜欢他？冷静，然后很聪明，然后他搭配的投手是一个就是比较胆小、比较内向、很容易害怕的人，可是有那个阿布在，他就会那个投手就可以很安心。那你就是那个投手吗？对啊，那你就是对，你就想要成为那个让别人很安心的那一位。对，因为我是那个投手，我很需要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也想要自己成为这样的。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一个希望能够做到你没办法做到的那些事情，对这个过程里面，他才有值得去努力的这个空间。我觉得有时候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个。那你呢？你最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人物？就《灌篮高手》里面的安西教练啊。安西教练？对啊。你想要成为安西教练？戴个眼镜，他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每天可以下巴这样。但他是最睿智的那一位。他不知道他火眼金睛，不知道他到底是睿智还是怎样，但他就是冷静啊，然后火眼。但他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暴冲的心。我最想要成为就小叮当而已啊。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变出很多的。你想要的是那个袋子吧？对啊，他很多法宝啊，我就想要弄的呀。很多功能的。对啊，就是你现实当中缺乏的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宝物。对，我没有宝物啊，是真的。我有发现你没有想要真的去琢磨那些技能。我没有，只是想要而已。对，我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我都希望我有记忆面包。对，我也是。然后我有遗憾的时候，我都希望我有时光机。谢。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投射。对，它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竹蜻蜓、记忆面包跟那些微博的道具，对我来讲，那都是我可以研究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追求的就是安西教练，就是那种无招胜有招的。因为招数对我来讲太容易了，招数就是可以练，招数是可以练的。我练了，我也练很多招数，但我希望我最后是没有招数的。张无忌对之类的，忘了吗？就忘了吗？忘了大概2/3。对，那表示还忘得不够干净。这样讲的我好像是超懒惰的那位，也不是，每天只会吃铜锣烧。所以对你来说，冒牌者症候群是一种执念吗？执念吗？我觉得倒不是我觉得我的冒牌者经验比较像是我怎么去回应可能有的社会期待啊。OK， 那难道不是一种执念吗？你干嘛要执着的去回应它？对啦，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也是。我当然可以不回应，可是我就会觉得我必须要。你的执念就是你想要回应，所以搞到最后，我真的是执念就你有个回应的义务。对，我常常会觉得我有一种义务，就是我应该要怎么做。哪有什么应该？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应该，所有的应该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嘛。对啊，就是可以这样讲嘛。我包括预设说可能他需要什么，对，我应该要这个时候我要送他一个礼物，这个时候我应该要
对，早点回家，这时候我应该要怎样，应该都是想象的嘛。对啊，所以我就是建构在一个自己脑补起来的那个社会期待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满足那些社会期待，所以我会想要去满足。然后当你自己就发现那个跟真实的自己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冒牌者就会出现了。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落差。哦，可是我现在看你啊，我觉得你的人生啊，建立在应该的成功上。建立在应该的你的人生如果没有应该，你就发展不出这一套理论啊。哦，可是我可能会发展出另外一个，但不知道啊，不知道。如果理论之类的，对，但是因为没有办法验证啊，没有办法验证，你只能活一次而已，下辈子再看看。其实我觉得人的纠结很难改变，很难啊！你就算你叫我变，我也不会变啊。你只要对，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体认到你有纠结，对。想办法跟他和平共处。对啊，不要试着改变他，因为改变不了，因为那个就是太多。比如我已经活了30-40年，然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你要叫我一夕之间改变啊，说你就那样就好了，不可能嘛，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嘛。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去学某些方法，对，去跟我们目前有的状态去好好的和平共处。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纠结发扬光大了。对，就这样子而已啦。对之类的。对，就是把加强它，加强。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有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冒牌的症候群，看你在职场上的纠结，我们要去理解说我们的冒牌症候群哪里来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去理解所有这些事情之后，然后你想办法把这个看起来像是缺点的东西变成你的优点。对，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对，越纠结的人，他可以越多画面，越多脑补。每天不管是你骂老板、骂自己、骂你的各种骂，你把它变成一种剧本，或者是你把它变成一种写书的材料，它都是很棒的东西。对啊，它总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出口可以去。对，就是把你的缺点变成优点，发扬光大。对。负得正，它就是优点。对，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正向能量。真的。对，想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缺点发扬光大的人，就赶快来底下连结。